停船！把船停下！停船！停船！把船停下！快停船！快！听见没有？说你们呢！把船停下来！哎呦，有强盗啊！强盗！谢温呢？你给我出来！袁公子，他。原来是荣老爷子驾到了，我在这儿给您请安了。谢温呢？你还讲不讲江湖规矩？是那傻小子自己把包袱扔给我的，我可没抢啊！还能把金子骗到手，算你有本事。老夫今天卖你个乖，快把金子拿出来平分。这倒奇怪了，人家明明把黄金给了我，凭什么分给你一半？对不起了，1两都没有。好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沙老大，你也太性急了吧！少废话！小心！谢了。住手！帮主，帮主，没用的东西，退后！沙老大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元兄，刚才多亏你提醒我躲开暗器，谢谢。我说你如此大胆呐，原来有个这么硬的帮手啊！他是你的相好的？你说话给我放干净点。这位兄台，我和温兄也只是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。这样吧，大家有事好商量，何必动刀动枪，伤了和气呢？嘿嘿，原来这位朋友跟温家没有关系啊！嘿，你小小的年纪便如此心狠手辣，那沙老大不是你的对手，我荣才借你2招。今天我不在你的脸上做个记号，你就不知道老大的厉害呀！这位兄弟果然身手不凡呢，不如咱们玩上一套拳脚如何呀？晚辈区区一点雕虫小技，怎么好意思在前辈面前献丑呢？少废话，亮家伙吧你！等一等，前辈啊，你既然只用拳脚而不用兵器，那晚辈也只好徒手向前辈请教了。温兄，麻烦您了。好。你臭小子，找死！
元兄，你这是好功夫啊！只守不攻，还能打个平手。喂，小心啊！元兄，快走！上了！快上来！走，帮主，来，帮主，走，快！你为什么要救他，还要放他走？我让他喝几口水就算了吧。哎呀，我的货呀！哎，你们别走啊，别走啊！你们赔我的货，赔我的货！小慧，金子，哎，别动！小心！小慧，小慧，小慧！啊，小慧！抓强盗！抓强盗！快抓强盗！抓强盗！抓强盗！正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年纪轻轻，拳脚却是如此的了得，那倒也不容易。老夫倒想领教领教你兵刃上的功夫。晚辈不敢身携任何兵器，来到贵宝庄。你这礼数倒也周全，这也算是你艺高人胆大。好吧，有话，我们就到练武厅说吧。请。
你真傻，你来送死啊！我小心爷爷拐杖里的暗器。知道了。清源的，我温家在江湖上也有几分名声，今晚咱们就画出道，免得日后说我们温家无老，欺负你这个晚辈。愿听前辈示下。金子是我们拿的，一共2000两，分毫不差。不过，我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拿走。不知前辈要考教晚辈什么本事？这里有5个糟老头，你任选一个，过招。打得过呢，这金子就归你；如果打不过呢，那金子就归我们温家所有。那我小惠妹子呢？来人！是。走。放开我！好。长治哥哥，小惠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只要你能打赢，这人跟金子啊，你都带走。既然前辈说要考教，那晚辈就只好献丑了。好，我这里的兵器，你随便挑一件。打你，打你，打你！小弟弟，你这把剑借我用一下好不好？虽然前辈要考教兵器，晚辈却也不敢用真刀真枪，就拿这把木剑与前辈切磋切磋吧。太小看了，老夫行走江湖数十年，如此小觑老夫这对双锤的，你倒是初会。好，出招吧！娘，就是他。多谢三爷爷相让。一把木剑都打不动，我要你何用？滚开！三爷爷，三爷爷。年轻人，功夫不错呀。小弟弟，这木剑还你。来，接接我的飞刀如何？我们刚才不是讲好只比一位的吗？你刚才赢了一场，人和金子2选1，只要你接得住我的飞刀，人和金子随你处置。好，那前辈出刀吧。
好本事！啊！师弟，不要伤他性命。啊！金蛇郎君，金蛇郎君在哪里？快说！各位前辈有话好说，何必动怒呢？金蛇郎君夏雪宜到底是你什么人？他在什么地方？难道你是他派来的？我和金蛇郎君从来没见过，他怎么会派我来呢？少装糊涂！不把金蛇恶贼的藏身之所说出来，今日你就别想离开我们温家。哈，我和他非亲非故的，连面都没有见过。不过我知道他在哪儿，只怕那个地方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去。哼！谁说不敢？这10几年来，我们温家一直没闲着，一直在找他。说，快说，快说，快说！哎，好。各位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，真的想去见他，我看你们还要等好几年。他已经死了。夫人，快把你娘扶进去！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娘，小心！青帝，时候已经不早了，在下告辞。等等，金蛇郎君死在什么地方？有什么人见到？各位前辈，金蛇郎君他只听说死在一个海外的荒岛之上。荒岛？你说的那个荒岛，它在什么地方？海外的荒岛有几千几万个，要找你们自己去找，我才不找呢。回家了，晚辈失陪。站住！不把话说清楚，休想离开这里！小慧，走。这小子不过20几岁，就算从娘胎里开始练武，也不过20几年的功力，为何功夫如此了得？金蛇奸贼更是了得，不也还是栽在我们的手里吗？姓袁的那小子，明天晚上一定会再来取金子，那个时候，我们再好好的对付他。大哥说的对。姓袁的，你敢前来，想必已经想好怎么对付我们的五行阵了。晚辈不才，也只能说斗胆一试。摆阵！
雪姨，雪姨，你终于来了。娘，娘。小子，最后劝你一句，我们也不想跟华山派结下血仇。只要你跪下来发个誓，昨天发生的事情一字也不说出去，再把金蛇郎君葬身之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。你以为我当真破不了你的五行阵？我只是现在没有趁手的兵器罢了。好，就依你，什么兵器你顺手，随便你挑。变阵！哎，你说这是怎么了？小师叔奇怪吧？这几个老头也奇怪。要是都这么客气的话，我看干脆别打了。你师叔现在用的法子呀，是后发制人。须知，不论大军对垒，还是两人相斗，进攻者全力攻击对方，己方必有大量弱点不加防御，只需攻势凌厉，敌人忙于自守，无暇反击，己方弱点便不守而守。所谓相生相克，便是这个道理。哦，你师叔现在全不动弹，那便是周身无一不备。吴老一时倒是无法可施啊！可是承志哥哥这样做也太冒险了吧？胆大还得心细，就看你师叔接下来怎么应付了。哎呦，好！玉来哥，师傅，承志哥哥，别急。小心啊！哎呀！哎，承志哥哥的武功怎么这么奇怪呀？这也是华山派的武功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这家宝号啊，货色繁多，五花八门，看来不是我们华山派一家进的货。他进货的路子呀，可广得很呐！哎呦！师弟，出来！
爷爷。赢了，赢了！小慧妹妹，拿，这个还给你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真的是完好无缺呀！文老大，现在你还怎么说？好，算我们栽了，金子还给你。爽。就在这下面。青帝。夏前辈的遗骨就葬在这里。爹，你好，现在你们终于可以团聚了。生前不能相守，死而同穴而眠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这10几年来，娘一直说他很命苦，可是我看他是最幸福的。因为他一直爱着爹，爹也爱着他。夏家和温家仇深似海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爹和娘始终忠贞不渝。现在他们2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，永远都不分开。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。青帝，你想通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娘地下也会安心的。我答应伯母要照顾你，你就跟我一起去南京吧。我们可以顺利查访藏宝图上的魏国公府，
兄弟，进来。这是你爹留下的遗物金蛇剑，带着它，留着防身吧。这把剑还是给你吧。这，只有你才能配得上它。这是你爹的遗物，还是你带着吧。你不是答应过火娘要照顾我的吗？好，走吧。谁的琴声如此悠扬？走，陪我们家公子喝酒去啊！走，干什么呀你们？嘿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走。这两位姑娘是我叫的，凭什么把她们带走？凭我。哎，这是哪家的俏妹子呀？你谁啊？我是谁？告诉他，我们家马公子是凤阳总督马大人的亲侄子，平时最爱交朋友，一掷千金，毫不吝啬。小妹子，到我府上坐坐嘛，走。把手拿开！马世英的侄子竟然如此下流无耻，他这凤阳总督是怎么当的？谁？滚出来！滚出来！谁呀？哪家的贱货在这儿满嘴喷粪？兄弟们，给我抓起来！抓起来！不想活了！过来，你下去！下去吧你！上！不劳您大驾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小姑娘，功夫不错嘛，这不过人长得更标致啊。别打！哎呦！别打了，走，我踹死你！活该！这帮人来头不小，走了，回到谁来？小姐，都打点好了。好好的一个晚上，被那些狗奴才坏了兴致。小姐累了，咱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也好。小姐，怎么了？都给我出来！小的们给主子请安。我不让你们跟着，怎么还来？清淮河无杂之地，万一有什么人冲撞了主子，小的们没法交代啊。你们怕担责任，就不让我痛快？小的不敢，小的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。
那现在总该放心了吧？主子，主子！奇遇啊，奇遇！没想到那个弹琴的女子轻功这么的高，不像是一般风尘中的女子。嗯。最奇怪的是，后来出现的那些人，他们到底和那个女子是什么关系啊？唉，想不明白。不过就不知道那个什么马公子会不会改邪归正呢？我看未必啊。嘿，小妹妹，干嘛那么着急走啊？咱们还有话没说完呢。啊，是啊，还是跟我回府吧，咱们好好乐呵乐呵。好啊。不过我有样东西忘记拿了，不如你陪我回去吧。好，没问题。青青啊，你还是别招惹这位马公子了，我们回家吧。那你自己回去吧。哎，对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要不要银子？快走吧。哎，好。青青。姑娘，你的那东西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是啊，这里真的很荒凉啊。哎呀，姑娘，这快到了吗？这不是已经到了吗？到了。姑娘，你还是别逗了，跟我回去烫上2壶小酒，大家乐呵乐呵，岂不是更好？哎，马公子。我劝你做人还是规规矩矩，赶快回去吧，免得待会儿碰钉子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呢？啊，你还是老老实实先回去吧，我还要跟姑娘乐呵乐呵。哎，大哥，那是什么呀？啊？哪儿呢？啊！青帝，青帝，你也未免太狠了一点儿。这样的人教训教训也就算了，像这样的人，仗势欺人，伤天害理的事肯定做了不少，杀了他也没什么冤枉的。好，这样的人今天杀了就杀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要是再敢乱杀一个好人，我们的交情就完了。哎，大哥，大不了以后听你的就是了。好吃。哎，小子，你的家伙呢？这就是啊。大哥，有人陪你捉迷藏，可没人陪我玩啊！不如我也来做篇文章，免得闲得无聊。好啊，什么文章？什么题目啊？题目叫《金蛇使者间隙两傻记》。好，题目不错，一定是篇好文章。夫宝剑者，成杀人之利器；傻瓜者，乃蠢才之别号。一傻令人斩然解疑，二傻招人捧腹狂笑，而二傻手挥长剑欲图杀人，乃使我喷酒垂涕，大呼糟糕。写得好。哎，大师啊，真是少年英雄啊！这金蛇派的弟子真是名不虚传呐。后辈之中如此人才，算是难得。是。
兄弟，你那句喷酒锤地，对，可圈可点呐！好快的剑法！你的文章也不错。我乃金蛇使者，星座重连，君为执迷不悟，顽抗滋扰。四方君子停杯观斗，两名奸贼忧心如潮。剑法有两仪之名，千招万招全是低招。赌博以聚宅为主，一输再输，全输光了。仙都两傻手忙脚乱，不觉破绽百出。金蛇使者无可奈何，唯有将之击倒。姓袁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刚才看你最后几招，乃是我华山派的招数，你从哪儿偷学来的？偷学？我干嘛要偷学啊？我是华山派的。哼，假李鬼遇上真李逵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姑奶奶我就是华山派的。你以为华山派就你一个弟子吗？啊，师妹，你可听说最近黄师伯收了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吗？黄师伯眼界何等的高明，怎么会收这种招摇撞骗的徒弟呢？是啊，我那铜笔铁算盘黄师兄，眼界的确是很高。你叫谁黄师兄？我师父姓穆，上人下卿，外号神剑仙缘。难道他是我们的师伯？臭小子，还敢胡说八道！今天便是你跪下来叫我3声师叔，我梅影子还未必答应呢。喂，梅影子，你还欠我一声亲爷爷没叫呢，怎么想抵赖？算了，青弟，反正我的师兄我一个都没见过。再说你们俩也比我年长，师叔不师叔的倒也不忙着叫，只是这一次你们两个做事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要是被我龟师兄知道了，只怕他会大为光火了。你一口一个龟师兄的，叫的倒是煞有介事。还是和我师兄过上几招，试试剑法再说吧。奇怪了，我大哥难道会怕你不成？小子，真李逵还是假李鬼，咱俩比试一下，自然就清楚了。焦姑娘，麻烦你取10把剑来。哼，你弄这么多把剑，是要变戏法吗？剩下这9把剑，都是你的。哼，找死！桌上还有啊。好，你们华山派果然好功夫啊！说好是比剑，却是什么把戏？还说你是华山派，混元功你都不知道。袁大公，小心！袁大公，小心！啊！好功夫啊！好。
这是本门的剑法，你们该认识了吧？这叫复古之躯。不错，这下服了吧？算了，我也不要他们今天认我这个师叔了。我只是不想华山派的门人被奸贼利用，不明是非，胡乱伤人。好了，走吧。梅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走。怎么就这么走了？滚！这个没影子回去肯定要做噩梦了，天天梦到一把剑对着他，以后啊就叫剑影子得了。阿弥陀佛。糜二爷刚才已经亲口应允的事情，想必不会食言吧？哎，我武功不如你，也只好认栽了。今后不向焦公里寻仇就是。不过你刚才说是被奸贼利用，我哪一点成奸贼了？糜二爷误会了，我方才说的奸贼是另有所指。哦，挑拨糜二爷的可是太白双鹰。啊，太白双鹰？不可能。哎，那太白双鹰呢？哎，太白双鹰啊！是啊，太白双鹰呢？太白双鹰呢？太白双鹰去哪儿了？跑到哪里去了？太白双鹰呢？糟了，让他们跑了。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厉害，连梅剑河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，谁想他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。是啊，咱们哥俩真他妈晦气。他不叫程咬金，他叫袁承志。啊，你是谁？哼，老道的名字你们孤陋寡闻，说出来你们也不知道。哼，这么说吧，袁承志的武功我倒是教过一些。啊！站住！哼，这盘棋马上就要收官了，二位何必急着走呢？啊，走！承志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手有些冒失啊？哎，这手有名堂的，老道过的几天啊就要到西藏去了，这一下子深入重地，成败祸福，大事难料。道长万里迢迢的赶去西藏干什么？我去寻找一样东西，这东西啊是师父的遗物。其实呢，找到找不到也没关系，但是如果要是被另外一个人找到了，那就大大的不妥了啊！哎呀，这好比是下棋，是要抢先手的，若是失先，老道我啊就要全盘皆输啊！看来此事关系重大。道长，那仇家是什么人呢？说来惭愧，他就是我师弟啊。你师弟？哎，师门不幸出了这样的败类，其中原委，不说也罢。这样，道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件事情你可帮不上忙。跟你说啊，这西藏啊，虽然说是险地，但是万不得已，也只好险中求活啊！哈哈。说，太白双鹰在哪儿？洪深海，你来了。哼，你怎么知道我叫洪深海？这位朋友，咱们在哪儿见过吗？太白双鹰说的没错，你的眼睛果真很大。太白双鹰，你到底把他们关哪儿了？行了行了，你这个汉奸，不要妨碍我们下棋。你来接应太白双鹰，到底有什么阴谋啊？砍死他！袁大哥，你们没事吧？我听见有动静。你们没事吧？这些人来救太白双鹰，糊里糊涂就找到了这里。婉儿姑娘，麻烦你把他们带走吧。啊，是，兄弟们全带走。
是。你们两个把他带走。焦姑娘，把他留下，我有话要问他。袁大哥，那我先告退了。哎呀，凶残之极啊！嘿，这个子儿一下，我可又活了啦！你呀，可又杀不了我喽。不错，黑白两方本来是势均力敌的，可是道长，你这招孤军深入，险中求活，我看这5颗子，我是铁定要输了。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好了好了，我明天出去一趟，下午回来。回来以后，我好好的指点你2局，怎么样？道长，谁不知道你这盘棋比喻的就是你的西藏之行？我要是把你的黑子全吃光了，到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说我去西藏干什么呀？不就是清理门户吗？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啊，孺子可教啊！恭送道长。放开我啊！你到南京，到底要和太白双鹰做些什么勾当？我警告你啊，可别耍什么滑头。我们不是瑞亲王命令我们来挑拨仙都派，去灭掉那金龙帮，好控制这南京的武林势力。日后我们大清，不是他们大清入关以后，我们在南方还有个响应。就这些？这事儿好说不好干呐。谁知道太白双鹰这头一件事儿就给办砸了。我本来是想看个究竟的，可是这，哎，哼，太白双鹰根本就是卖国求荣的卑鄙小人。你这个堂堂的汉子，竟然也和他们一般。小人做这件事情，也自觉对不起先人，辱没了上一代祖宗。可是中原武林有2大仇家追杀小人，我实在也是无立足之地啊，所以才跑到辽东做了奸细。你的仇人是谁啊？说起来也是武林中的名门正派，可是实在是蛮不讲理，心狠手辣呀。你倒说说是哪一家？若是他们无理，我来出头帮你说和说和。就是华山派那个龟二娘和孙仲军那2个臭娘们儿。什么？孙仲军？啊，你们认得他？昨天刚跟他交了手。哦，他们也在南京吗？这2个臭娘们儿可是心狠手辣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公子，你要小心啊！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你先起来再说吧。啊？起来吧。哦，这龟二娘，她到了40多岁，才给龟心树生了一个儿子。可是她这个儿子刚一出生就得了病。丢了我大师兄的2只耳朵，我当时也是气愤不过，就率领了帮中的兄弟，
将他制服。本来是想吧，来个霸王硬上弓，让他跟我大师兄成亲。可谁知龟二娘知道这件事以后，赶在婚礼的时候把人给救走了。她实在是太狠毒了。他们不但杀了我的大师兄，更是变本加厉，竟然还杀了我帮中37名兄弟啊！幸亏我跑得快，才捡了一条小命。可是他们却要赶尽杀绝，足足追了我1个多月呀！把我从山东追到了河北，又从河北追到了辽东。我那个时候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这才跑到关外投奔了瑞亲王。他们杀光了渤海派，未免也太残忍了吧？不过说起原因，我还是觉得你不对。这分明就是私仇，你怎么可以投靠满人，当了汉奸呢？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只求大英雄帮我报了此仇。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报仇？我看你这辈子都别想了。那个孙仲军武功倒是一般，可是我二师嫂。什么？二师嫂？龟二娘的丈夫就是龟心树，他是我二师兄。你是华山派的啊？饶命！请英雄饶过在下一命吧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过小人这一次吧。我为什么要杀你？你们都是华山派的，你真的不会杀我？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大哥这个人呐，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就随便杀人的。真的？我只问你，你愿不愿意改邪归正，做个好人？小人今日的处境也是迫不得已所致，还请英雄指点一条明路。这样吧，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做我的亲随，只要你保证改邪归正，不做坏事，二师兄那边我去替你说情。多谢英雄，多谢恩公。好，好刀法。好。这套独臂刀法果然厉害。例如啊，你虽然断了一臂，却得到了足以扬名江湖的绝技，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啊。例如啊，快去谢师，去，快去啊！多谢师傅传意。哎，罗兄弟，我们都是同辈，不敢论什么师徒。再说这套刀法出自夏前辈留下的金蛇秘籍，我只是代他传授罢了。多谢恩公。楚伯伯，承让了。但见楚红柳运起浑厚内力，手掌翻动，掌心竟完全赤红，正是绝学朱砂掌。他飞身攻向了一旁的阿九，阿九立马闪躲，恐怖的掌力竟瞬间将树干洞穿。他飞身而下，一掌攻出，阿九以竹竿直刺，却被其掌力压制。但见楚红柳大喝一声，内力爆发，阿九手中竹竿瞬间爆裂，眼看就要被其掌力击杀。一旁的袁承志立马大叫道：“喂，复活了，马上受惊了，快闪开啊！救命啊！”而后策马奔向二人，从阿九头顶一跃而过，强行将二人分开。停！你这个死畜生，让你跑，让你跑！畜生，你想要大爷的命啊！但见他一边骂着，一边回头看了看阿九，微微一笑。楚伯伯的朱砂掌果真厉害，领教了。如今胜负已分，最后一场就由各自的头领出战。但听沙天广道，这么一箱一箱的分，太麻烦了，还是由我们俩来决定胜负吧。他一把掷出手中折扇，程青竹从容躲开，折扇倒飞，再次回到沙天广手中。二人激斗，作为一方首领，显然武艺不俗，但明显程青竹还是略胜一筹。但见他挥动手中竹竿下劈，沙天广急忙躲避。就在此时，程青竹转身再次攻出，竹竿正中其胸口，沙天广顿时被打得倒飞吐血。承让了。看着离开的程青竹，沙天广大怒，他按向折扇击火，三枚暗器呈现，他挥动折扇，
暗器瞬间击射，将毫无防备的程青竹击伤。不等沙天广得意，程青竹一把掷出手中竹竿，恐怖的力道再次将沙天广击飞。眼见各方首领重伤，双方手下却欲要再次火拼。此时楚红柳却站了出来，为了不伤和气，他提议平分财宝。眼见师父重伤，阿九只好同意。双方立马冲向了箱子，欲要瓜分财宝。一旁的袁承志立马叫道：“这些箱子是我的，不是你们的，你们一定是认错了，认错箱子了。啰嗦什么呀？快搬！动手！不行，快下来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”眼见傻小子将自己撞倒，盗匪大怒攻了上来，他左右乱撞，却将盗匪撞得七荤八素。但盗匪数量太多，显然是装不下去了。但见他飞身而上，鞭腿横扫，将周围冲来的盗匪踢飞。就在此时，一口箱子竟从背后直击而来。见状，袁承志立马身体后仰，而后一脚将宝箱踢飞。原来是个坏家子，我爷爷陪你玩几招。但见楚红柳飞身一掌攻出，袁承志身体后仰，轻松躲开其攻击，而后翻身而起，笑道：“你们这些人啊，贼头贼脑的，别趁我打得起劲之时，把我的箱子偷了去！”只见袁承志依次将周身宝箱击飞，宝箱落地竟然堆叠成形。他施展千斤坠踩向马车一端，恐怖的内力瞬间将车上宝箱震飞。但见他飞身而起，分别踢向空中的箱子，时与宝箱竟依次落地叠起。袁承志施展身法飞身而上，脚踩宝箱立于最顶端，而后笑道：“你上来吧！你小子占那么多耍把式啊！有种你给我下来！有本事你上来！”显然楚红柳怕丢了面子，思虑之下，只好硬着头皮飞身而上。二人在宝箱顶端激斗，但见楚红柳一掌击出，袁承志立马翻身躲开，双手抓向箱子。眼见楚红柳飞身而起，欲要再次进攻，袁承志抓住时机，同样转身飞起一脚，正中其胸口。楚红柳中招，立马倒飞出去。庄主，你上来也不小心一些，摔下去疼得很吧？愤怒的楚红柳立马指挥手下众人围攻，欲要将袁承志击杀。就在此时，袁承志却发现远处竟有官兵赶来，瞬间大叫：“哎，强盗！官兵来了！你吓唬谁呀？我骗你干嘛？不信你自己看啊！”众盗贼看群，瞬间吓傻，也顾不得宝箱，慌乱逃窜起来。眼见众人退去，袁承志飞身而下，踢向宝箱，将叠起的宝箱恢复原状。不料官兵到来，却要求打开宝箱查看，显然是想独吞财宝。温青青一口拒绝，头目大怒：“弟兄们，这些都是土匪，格杀勿论！”擒贼先擒王，袁承志格挡住攻来的宝剑，而后飞起一脚将其击倒，宝刀一挥，立马将其头目击杀。眼见头目已死，小兵立马四散。另一边，青竹帮却是同样遇到了一队官兵。这妹子真秀气，都不是跟哥走啊！去你的！我先看上的，我的。你家里都仨了，这归我。混账！他是大明杀。有刺客！但见袁承志手持金蛇剑，直刺大清皇帝皇太极。侍卫见状，立马飞身而起，将袁承志从空中拽下。保护皇上！快保护皇上！他挥动金蛇剑，瞬间将众人手中兵器击碎。众人一拥而上，将其手脚制住。慌乱逃离中的皇太极回头大叫道：“抓住他！抓住他！”看着逃离的皇太极，袁承志大怒，但见他大喝一声，内力爆发，瞬间将周身数十名士兵震飞。他手持金蛇剑走出大殿，此时满清士兵听闻动静，皆冲杀而来。袁承志飞身而起，金蛇剑直刺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剑气过处，士兵皆纷纷倒地，鲜血喷洒。饮血后，金蛇剑金色形态再现，两名侍卫冲杀而上，袁承志立马便招挥剑横劈，恐怖的剑气瞬间将攻来的士兵击杀。他挥剑直刺，眼看就要到达皇太极身前，关键时刻一柄拂尘突现，将金蛇剑缠住。而后来人手腕一抖，恐怖的力道竟硬生生将袁承志甩飞。臣等救驾来迟，让皇上受惊了。来人正是当初大闹武林大会的玉贞子，不想他的真实身份竟是大清国师。但听玉贞子嚣张道：“你那老猴师傅不是我的对手，你这小猴更加别想赢我。谁跟你纠缠？我要取那满人皇帝的性命！”袁承志挥动金蛇剑再次攻出，二人缠斗，几招下来，明显玉贞子占了上风。袁承志自知不是其对手，身后又有大批满人兵，他欲要逃离，不料玉贞子立马说道：“想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”袁承志却不与其缠斗，但见他施展神行百变身法，瞬间将周身满人兵击杀，欲要逃离，不料玉贞子却对此身法了如指掌，先行闪身至其身前阻拦。百变神功，哈哈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要不要我再教你几招啊？袁承志大怒，再次施展了神行百变，但见他身形诡异，飘忽不定。不料玉贞子却知道此身法的破绽，同样施展诡异身法，每一招均先其一步。袁承志一时间竟避无可避。眼见如此，袁承志立马施展轻功飞身而起，玉贞子却是紧随其后，继续缠斗。就在此时，数名满人兵手持铁链冲杀而来，玉贞子急忙飞身后退，8名士兵同时挥动手中铁链，袁承志只好狼狈闪躲。看着场中袁承志如此模样，玉贞子大笑道：“我倒要看看
你有什么本事，能逃出我这铁链阵法？话音未落，场中8人突变阵型，但见8人手中各执2条铁链，飞身而起，眨眼间便将袁承志锁于铁链阵中。玉贞子见时机已到，立马飞身攻出，不料袁承志却不与其缠斗，闪身逃离铁链阵的封锁，飞身而起欲要离开，但玉贞子哪里会放过他，同样飞身一招将其击落。2人脚踩铁链凌空对战，但见袁承志一剑攻出，却发现脚下不稳，原来是满人兵挥动铁链将其绊住。玉贞子抓住时机浮尘攻出，瞬间将袁承志击飞。袁承志翻身之间挥动宝剑，剑气过处将身后2名铁链阵士兵击杀。眼见袁承志重伤狼狈，玉贞子立马出言嘲讽起来：“小子，今天怎么没带这漂亮姑娘一起来啊？要是带她来了，我玉贞子就更来精神了。”听闻辱击轻轻，袁承志大怒，再次持剑攻了上来，不料锁链阵阵法在变，瞬间击中其胸口。袁承志倒飞而出，铁链瞬间将其再次困住。袁承志挥动金蛇剑将周身锁链砍断，不料此时玉贞子却从身后飞身而下。袁承志转身挥剑抵挡，不料金蛇剑竟被其浮尘缠住，而下方铁链阵在变，将其脖子同双脚缠绕。玉贞子趁机浮尘一拉，将袁承志拽向半空，而身下众士兵皆举起长矛。玉贞子再次发力下坠，欲要将其击杀。关键时刻，袁承志内力爆发，金蛇剑轻颤，瞬间将玉贞子震退，而后再次挥剑将周身铁链砍断，飞身而下。金蛇剑过处，众士兵兵刃皆被齐齐斩断。玉贞子却趁其翻身之际攻来，浮尘连点其背部于后颈穴道。袁承志立马中招，单膝跪地，金蛇剑脱手而出。还不快点拿下！大殿中，得知袁承志乃是忠良袁崇焕之子时，皇太极大惊，将门虎子果然名不虚传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他试图说服袁承志投降大清，但袁承志却誓死不从。眼见如此，他却并未将袁承志处死，而是将其交给了降将祖大寿处置。祖大寿正是袁崇焕手下第一大将，城破之日投降大清。回到府中，袁承志对于祖大寿这种降将却是嗤之以鼻。姓祖的，你不要跟我在这儿假仁假义了。但祖大寿却对其悉心照料，他虽是降将，却不忘当年袁崇焕的知遇之恩，欲要将袁承志放走。但袁承志明白，如果自己离开，皇太极必然会将其击杀，他不愿连累祖大寿，宁愿选择投降。眼见袁承志如此坚持，祖大寿却假装答应带他去见皇太极。2人走到城外时，袁承志才发现异状，但听祖大寿说道：“袁都师忠义包天，他的公子怎能和我一样那么没有气节，去投降满人呢？”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次日，袁承志将祖大寿之事告知众人。袁承志认为皇太极放过自己，或许是想收服祖大寿，同时也想让自己投降，一举两得。但如今皇帝尚未行刺成功，商议之下，袁承志决定再次入宫，一是拿回金蛇剑行刺皇帝，二是救出祖大寿。夜里，胡贵南同袁承志再次潜入皇宫。2人来到了国师玉贞子的住所，胡贵南飞身而起，越过围墙来到窗外，不料此时玉贞子却是正在与小妾亲热。痒啊！哎呀，小美人！胡贵南拿出匕首划破窗面，而后以竹竿将桌上的金蛇剑勾走，随后从另一边将玉贞子的衣物顺走。不料屏风响动，玉贞子大惊：“啊！什么人？姓何的贱婢，快出来受死！”区仙都派居然敢如此嚣张！但听何铁手轻蔑一笑，飞身出鞘，手中铁钩挥动，直取咽喉，瞬间将3名仙都派弟子击杀。而后飞身后退，躲开明子华2人的攻击，并坐回轿内擦拭着带血的铁钩。不想何铁手竟有如此身手，明白单打独斗绝非其敌手。明子华立马下令变阵，齐心见阵。但轿子内何铁手却并未出手，2名五毒教弟子攻了出去。但见仙都派弟子施展七星阵法，将2人包围。阵中弟子持剑攻出，被2人格挡。外围弟子却趁机持剑直刺，瞬间将阵中2人击杀。而后再次变阵，但见众人以单手护持，而后持剑旋转，所过之处竟无坚不摧，将剩余2人攻出的兵器击碎，乱箭击杀。就在此时，众人将轿子团团围住，而后同时出剑。眼见轿子被刺得千疮百孔，轿内并无动静，明子华2人大喜，明显何铁手已然凶多吉少。不料就在此时，轿中竟然喷射出毒雾，轿身瞬间爆碎，何铁手飞身而出，场中却毒雾蔓延，数名仙都派弟子皆身中剧毒，倒地痛苦惨叫。明子华2人见状，立马持剑飞身攻来，何铁手施展轻功闪身躲开，而后飞起一脚将明子华踢飞，自知不敌，洞玄立马下令发动七星阵。但见众仙都派弟子持剑攻出，何铁手轻蔑一笑，竟从下方滑行而过，铁钩过触中弟子宝剑瞬间断裂，而明子华同洞玄再次从其身后偷袭，3人缠斗。就在此时，2人同时飞身后退，周围弟子瞬间持剑攻出。见状，何铁手以铁钩直刺地面，内力爆发，石板炸裂，瞬间将攻来的仙都派众弟子震飞。而明子华、洞玄却趁机攻出，将何铁手击伤。但何铁手却并未慌张，只是轻蔑一笑，显然在嘲笑众人以多欺少。
仙都派弟子大怒，但见一人飞身持剑攻了上来，欲要将其击杀，不料和铁手右手铁钩挥动，瞬间刺穿其咽喉，而后竟当着众人的面将此人拖醒。但见仙都派弟子口吐鲜血，却无法言语，而和铁手看向众人诡异一笑，众弟子皆被和铁手残忍的手段给震慑住，一时间竟无人敢上前。此时洞玄大怒，正欲冲杀，不料五毒教众人却及时赶来，眼见五毒教人多势众，明子华二人立马带着众弟子逃离，回到房中，和铁手正欲解衣上药，不料发现窗外虚影闪动，竟有人偷窥，瞬间大怒。哪儿来的狗东西，滚出来！不想来人正是温家五老中老五温方悟。原来温方悟早已垂涎和铁手的美貌，欲要一亲芳泽，但听温方悟一脸谄媚道：那日见了教主，顿时惊为天人呐，如见仙子，想和教主交个朋友。你可真是人老心不老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比其他几位年轻许多呀。我可是最小的。见温方悟如此模样，竟听不出言语之中的嘲讽之意。和铁手心中厌烦，但毕竟同为惠王办事，况且如今有伤在身，也不好与其闹翻，于是说道：等铁手好了以后，铁手必定亲自上门道谢。那教主，你就好好的养伤吧，老夫告辞了。另一边，得知和铁手竟与惠王密谋，为了查明交宫里的死因，袁承志决定夜探惠王府，却不料此时惠王正同温家五老一时。谁？什么人？眼见行迹败露，袁承志立马飞身离开，不想王府森严，护卫现身，瞬间将其困住。姓袁的，不是袁家不聚头，今天你就是有3头6臂，你休想脱身，把他拿下！且慢，本王正想找袁公子聊聊。你我是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我们可以一起谈一谈令尊大人。听闻言及父亲，袁承志大惊。为了了解个中隐秘，袁承志答应了惠王的请求。交谈中，袁承志明白了惠王的意图，他是想让自己帮他推翻崇祯，而后取而代之。但明显惠王野心勃勃，心机深重，并非什么力挽狂澜的英主。可二人却有共同的敌人。思虑之下，袁承志假装答应与其合作，条件就是让和铁手放了温青青。而为了拉拢袁承志，惠王却是一口答应了此事。次日，袁承志再次拜访了惠王，眼见袁承志以惠王相压，和铁手却丝毫不妥协，表示藏宝图可以不要，但必须交出金蛇秘籍，并相邀再次比试。为了温青青，袁承志只好答应。和铁手回到房中，不想温方悟却早已等候多时。老夫特意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前辈对晚辈如此的厚爱，晚辈怎么消受得起？来，我给教主带上。正当温方悟欲要抓向其左手之际，和铁手铁钩瞬间击出。这妹子真秀气，不是跟哥走啊？去你的！我先看上。但见阿九眼神冰冷，看向面前的士兵，心中大怒。作为当朝公主，竟被一群士兵出言侮辱。身后的程青竹一时大怒道：混账！他是大明的！眼见众人攻了上来，阿九立马挥动手中竹竿迎击，奈何官兵人多势众，阿九又要保护师傅程青竹，慌乱中被身后士兵一招击中，跪倒在地。危机时刻，但见袁承志飞身而起，飞起一脚，瞬间便将周围士兵击飞。是你？别说了，先走，快！谢了，师傅，走。另一边，同样遭官兵追杀的盗匪头目沙天广一时危在旦夕，但见数人围攻而上，眼看就要将其击杀。就在此时，袁承志飞身赶到，混元功爆发，将其周身数名士兵撞倒。沙寨主，是你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眼见替自己解围的竟是袁承志，楚红柳疑惑道：你为什么要救我们？别说这么多了，大敌当前，我们一起打官兵吧。多谢公子。就在众人欲要拼杀之际，数道箭矢袭来，袁承志转身看去，正是去而复返的阿九。慌乱中的官兵瞬间被突如其来的箭矢击杀，而此时程青竹却突然昏迷不醒。袁承志急忙为其把脉，却发现他早已身中剧毒。他双指连点，封住其要穴，而后对阿九说道：程炮主的伤能好，只是若要痊愈，还需解药驱根。你等着，我去想办法。另一边，沙天广因之前重伤，如今又连番厮杀，已然奄奄一息。袁承志立马为其把脉，却发现其内伤并不致命，于是以本门内功助其疗伤。但见他盘膝而坐，运起身后内力，双指点出，内力灌注，不消片刻，沙天广便已发现内伤已好大半。想到自己要抢其财物，袁承志却反救自己性命，顿感惭愧。袁承志却微微一笑，表示此时大家要同仇敌忾，对抗官兵才有活路，并问他要了解药，将解药交给阿九。程青竹立马道谢：这位公子侠肝义胆，武功超群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小弟姓袁，名承志。袁承志，你叫我阿九好了。听到阿九的名字，袁承志微微一笑，二人对视，暧昧的气氛浮现。就在此时，洪胜海却急忙跑来，并告诉袁承志有大批官兵再次赶来。
而楚红柳却告诉众人，前方的官兵正是朝廷运送曹营的。但是如今敌众我寡，硬拼明显是死路一条。袁承志决定只身前往查探。另一边，神权无敌归心术夫妇却带着2个徒弟同官兵厮杀，但见他在宝箱中不断寻找，却是对金银视若无睹。就在此时，袁承志飞身赶来：“二师兄，二师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别说这么多，一起对付官兵。我们有我们的事，与你何干？”正当袁承志欲要追上询问之际，身后竟有呼救声响起：“我们在这儿呢！承志，承志，承志！”袁承志看去大惊，二人正是父亲的旧部孙仲寿和朱安国。袁承志不再犹豫，立马飞身上前营救。他一剑挥出，恐怖的剑气瞬间将囚笼击碎，并反手将其镣铐斩断。众人同押运的官兵厮杀。就在此时，远处竹林温青青带领众盗匪同时杀出，众人首尾呼应，官兵立马大乱。弟兄们，稳住阵脚，给我稳住阵脚，不要慌乱！眼见官兵头目在此，擒贼先擒王，袁承志立马飞身而起，一把掷出手中绳索，将官兵头目捆绑，而后绕过树干猛然一拉，头目立马飞起，他直刀向天。看着抵在脖颈之上的宝刀，头目立马下场，命你的部下把所有人都放了，快，全部放下兵器，放下！把兵器放下！快点，放下！快点，快点！而归心术师徒4人翻遍宝箱，却始终一无所获，大怒道：“马士英进贡的茯苓乌手丸藏在哪儿？药丸呢？马督府已经另行派人送到京里去了。”原来为了治好儿子的怪病，归心术等人一直在寻找灵药。据说此次进贡的茯苓乌手丸，乃是以千年茯苓铜和手物炼制而成，是稀世奇珍。归心术听闻，急忙带着徒弟离开了此地。此时一旁的孙仲寿告诉袁承志，头目水总兵乃是奉旨办事，一路之上并未为难众人。袁承志见状便放了他，但押送曹营被劫，回去也是死路一条。于是水总兵决定带领士兵加入山宗。袁承志大喜。次日正值泰山武林大会，7省武林高手齐聚。如今众人已劫曹营，彻底与朝廷对立，商议之下决定一同前往泰山，再做打算。路上，袁承志看了看独自吹竹叶的阿九，立马上前问道：“阿九姑娘，你吹得真好听，竹叶怎么吹？可以教我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奈何拿到竹叶的袁承志却如何也吹不响。一旁的阿九笑道：“哪那么容易学会啊？要想学会，起码要先吹破10片竹叶。”“那你以后有空的时候就多教教我。”二人相视一笑，皆看出了彼此眼中的情谊。次日，阿九托洪胜海送给袁承志一个木盒，袁承志打开后发现竟是2片竹叶。夜里，二人竟同时吹着竹叶。一旁的程青竹闻声而来，明白阿九身份的他看了看袁承志，却是摇了摇头。次日，众高手齐聚，众人喝酒吃肉，谈笑风生。温青青却托洪胜海买了上好的雨前茶，想为袁承志泡壶好茶，解乏解酒。而袁承志却早已来到程青竹处，与之商议争夺武林盟主之事。此时阿九现身，并泡好了上等的武夷山大红袍款待。温青青泡好了雨前茶，苦等袁承志却不见其归来，担心袁承志安危，于是立马前去查看。另一边，袁承志细数着崇祯皇帝的昏庸之举。现在朝中文臣贪污，武将怕死，就是因为上面有一个昏庸无道的崇祯皇帝。听闻袁承志如此评价自己的父亲，阿九慌乱之下左手捧向了壶身，瞬间被烫伤。阿九姑娘，没事吧？